10个小时70块钱做出了自己的第一部 AI 短片，发在红果上，目前收益5.3万。没有编剧经验，没有导演专业背景，这期就是一个新人真实制作记录汇报，全摊开给你看。因为今天我要说的东西，可能会让你接下来的3个月存款翻倍。AI 漫剧现在已经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了，而是谁先把流程跑通。因为一旦连载做起来，广告解锁和付费解锁都会给你强反馈，但很多人卡在第一步，没人讲步骤，没人说方法，更没人告诉你哪里会一脚踩空。今天我来结束这种状态。AI 漫剧就是让你一集接一集刷到停不下来的动漫短剧，它的赚钱逻辑直接到残忍，观众只有2个选择，要么付钱解锁下一集，要么看几秒广告让你赚分成。正是这几秒钟，搭建了一个可以无限复制的收获模型。本期视频我将结合我自身的经验，教大家如何快速学会一个人制作 AI 漫剧到发布的全流程。看完这期视频，哪怕是小白也能利用视频中的免费 AI 软件，轻松制作出这样的影视大作。相关的制作流程、提示词和 AI 工具，我都以文档的形式整理好了，感兴趣的666低调研究。Hello， 大家好，从本期视频开始，我将带着大家一起从零开始制作 AI 短视频啊。那无论大家是零基础的入门，还是 AI 的视频创作者，都可以通过本套课程呢来完成自己的一个目标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啊里面会用到的一些工具啊，主要的工具呢其实就3个，一个是我们的极梦啊，一个是我们的豆包，还有我们的剪映啊，这3个软件呢都是免费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极梦啊，极梦的话，我们主要是用它来去生成我们的图像啊和这个视频，对吧？当然啊，它这个会员啊，大家如果说想做那种长一点的剧情，对吧？比如说几十集的这种短剧的话 ，AI 漫剧的话，那极梦的话其实是需要一个会员啊。咱们的豆包的话，主要就是用来做这个剧本的创作啊。我们来写这个剧本的，当然啊，这个剧本的话，我们今天接下来马上就跟大家讲啊，这个剧本我们怎么通过豆包来给大家制作出来。然后最后我们就是剪映啊，这个剪映的话其实就比较简单了啊，就是我们把最终的一个视频啊来去做一个剪辑啊，来去把它导出成一个视频啊。那学习的模块呢，给大家分了7个一共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剧本角色的设定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图像的生成，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动态效果啊，我们的音视频的一个创作，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剪映啊，再有就是我们要去什么平台上去接单，然后呢，最终呢去发布，好吧？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 AI 剧本的创作啊。首先我们要去了解这个 AI 的一个提问的一个3要素，对吧？我们学会向 AI 提问啊，是我们创作好剧本的第一步，对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叫万能的提示词框架啊，它可以让咱们的大模型输出的更加的精确全面。那这个框架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给这个模型啊一个身份角色的一个设定，对吧？比如说给 AI 贴上一个专业标签，让它其什么？让它的这个思考角度和专业深度啊，都是从这个专业标签去出发的。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角色叫什么？假设你是一个好莱坞的顶级编剧，对吧？啊，作为一个3年经验的3D 电影的一个导演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对吧？比如说我们想去做什么其他的啊，想去给健身教练，对不对？写一个剧本的话，哎，那你就可以让他是一个什么？专业的教身教练，且具有编剧的经验，对吧？具有30年的编剧经验啊，给他一个身份的设定。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描述具体的一个需求啊，你描述的越具体，它输出呢就会越精准啊。比如说我们想生成的剧本，对吧？你是什么题材的啊？时长是多长？然后什么风格的？你的核心元素、背景设定啊等等。那再就是一个格式的要求啊，那输出格式，对吧？确保我们的结果是直接可以去用的。我们大部分其实都是输出的是字符串，对不对？当然我们在输出字符串的时候，其实可以给一些这个要求，对吧？比如说我们让它直接输出什么15个分镜，对吧？每个分镜呢小于4秒，然后包含一些视觉描述啊、镜头运动啊、台词啊等等，对吧？这个是我们提示词的万能框架3个啊。角色身份的设定，然后需求的一个描述以及格式的要求啊。那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的框架。我们啊，比如说用这个框架来写一个提示词啊，如果你是一个手机的销售员，对吧？请说明啊，人们为什么喜欢华为手机，然后给出3个理由。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提示词啊，这里你是一个手机销售员，相当于我们给了一个身份角色的一个设定，对吧？那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呢？哎，请说什么？请说明人们为什么喜欢华为。啊，然后呢，给出3个理由，对吧？就是我们的格式啊，输出，对不对？给出3个理由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不说给3个理由的话，它可能给出什么？给出了很多个理由，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
我们把这句话发给豆包之后啊，当然你发给 DeepSeek 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好，那它是不是就会给我们返回什么3条核心的理由？这是手机啊销售员的一个视角，对不对？来看到没有？因为我们给它定义了，你是一个手机销售员。那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消费者，对不对？然后请说明人们为什么喜欢华为啊？给出的理由可能又不一样，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销售话术啊。那销售话术什么信号，对吧？然后鸿蒙系统加耐用啊，全生态，全场景生态，对吧？什么安全一步体验到位，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提示词的一个万能框架啊。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之后的话，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剧本的生成的方式啊。剧本的生成方式的话，我们会讲3种啊，会讲3种。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就是直接来输出这个剧本，对吧？那直接输出剧本的话，就是快速高效啊，它可以满足一些紧急情况下咱们创作的一个需求，是不是？它就一步到位啊，一步呢直接让什么？直接让 AI 输出完整的分镜啊，这个完整的分镜脚本，然后无需中间那些步骤，对不对？那它最大特点肯定就是节省时间了，适合咱们那个啊，比如说临时，对吧？出稿。你的老板让你明天就要给我交一个稿子，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好吧？那它的操作流程也比较简单，我们首先准备一个参考的材料，当然，这个参考材料可以给，可以不给啊。如果说咱们有的话，其实最好是给，对吧？然后再就是应用我们的3要素的一个框架，然后呢发送最终的一个指令就可以了，对吧？那我们来看这个提示词啊，假设你是一个国风插画啊，顶尖的插画师，然后拥有多年的古风创作经验。对吧？擅长各类啊唯美的画面设计，然后请参考我提供的古风治愈的分镜案例啊，创作一个以山间故事为背景的暖心啊脚本，对吧？暖心脚本这个短篇脚本，然后要求什么？要求有15个镜头，每个镜头不超过4秒，然后包含画面细节、镜头运动啊这个简短的旁白，对不对？那大家看这，首先啊，你是一个顶尖的国风，对不对啊？国风顶尖插画师，这是给他的一个身份，对吧？然后拥有多年的古风创作经验，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然后这个是接下来的一个要求，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就按照我们的提示词那个框架来去写的？好，那我们把这个发给我们的模型之后，我们来瞅一眼。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剧本的修改。我们让 AI 写完这个剧本之后的话，大家一定要去读，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呢进行修改啊。我们来看这个，他尤其是在写这种长的剧本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让他写了一个3000字的啊，末日重生的这种。那大家就要去读，然后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里第2章疯狂扫货，对吧？上午8点，然后城北的这个粮油批发市场开了，苏北推着什么4辆购物车，这种批发市场的话，购物车的话应该是不太符合这个逻辑的，是不是？如果是这种超市，我们推着购物车进去啊，还可以，对吧？你说粮油批发市场的话，它应该不是购物车，对不对？所以说，而且他推着4辆购物车啊，这种4辆购物车人物，我们在想，在生成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实里面，你的也不可能同时推着4辆，对不对？因为你推着4辆的话，其实没什么用，只有一个能去装，最多2个。所以说这里啊，我们要去做一些修改，而且我们在生成的时候，它这种是很难表现出来的，对吧？我给大家看一个啊，比如说，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对吧？你看1辆购物车，这个是改了，我这个之前它这个提示词是什么？推着6辆购物车连成一条长龙，这个我们在生成视频的时候，你怎么生成呢？是不是？这个非常的难体现出来。所以说，你看它最终生成的一个视频效果，啊，是到的，对吧？虽然说那个6辆购物车没有表现出来，但它整体视频的效果不是很好。那你其实改成1辆购物车的话，你再来看这个视频效果，啊，起码是符合什么？符合咱们正常的一个逻辑的，对吧？它往里面放东西，然后推着购物车。是不是？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错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里改掉。你可以说推着什么？推着这个就是开着小车，对吧？开着自己的车去去买这个粮油，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种批发市场？批发市场的话，它这个购物车根本不太现实啊。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就是，你看它整体的时间线，上午8点，然后呢下午2点，它其实要在1天之内就要把这些做完啊。来这里看了时间，晚上7点。然后距离末世降临呢，大约还有7个小时，这个时间太紧了。你想想，1天时间要干这么多的事儿，我们在这个时间啊，在做的时候，其实也很难做，对吧？大家可以说1周，对吧？但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分开做啊，不用说第1天、第2天，对吧？你可以连起来做。但是这个剧本我们在看的时候，这个时间呢肯定是太紧了，它这个肯定是做不完的，对吧？包括什么防盗门窗加固，当然我们的台词可以这样去写。对不对？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其实可以表现夸张一点，就今天必须做完，然后呢给你加钱5倍工资，对吧？
这个确实有漫剧这样去做啊。但是如果说稍微严谨一点点的话，我们可以把上面去改掉，啊，那个就是5倍工资啊这些我们可以不去改，因为它是一个情绪的这个表达，对吧？就是观众看了之后会觉得很爽啊，5倍工资，然后呢今天必须干完啊，这个其实是可以推动后续的一个剧情的。但是这里啊，就是大家去改的是什么呢？就改的是我们在生视频的时候一些很难生成出来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去改掉，对吧？至于它的逻辑，是不是特别符合咱们现实中的逻辑的话，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尤其是咱们的漫剧，对吧？漫剧主打一个爽啊，我们只是在这里修改的时候，只是它在生视频的时候，这个效果怎么样啊？你不能让观众呢就出戏了，对吧？像这个一样，它是倒着的，对不对？啊，它是倒着购物车往前，但是它在倒着推啊，这个就出戏了，是不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剧本的一个修改啊，然后再就是它的一个构图啊，从头到脚完整呈现，双脚鞋子完整入镜啊，最好就是这样，对吧？不然的话，你如果说只显示一个半身，对吧？你生成那个人物的角色形象呢，只到这里，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有一个画面，它要展示什么？展示一个全景，对吧？那你的鞋子啊没有，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什么穿帮了啊？你的鞋子在这一秒是白色，在下一秒呢就是什么变成了一个黑色。好，那我们来看它的一个生成结果。来这里，中国玄幻这里这里生成的效果倒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不是很符合什么，可能不是很符合我们这个剧情，是不是？好，那这个提示词呢，我们可能要再去做修改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生成的是一个人物形象的，是不是？你这个的话作为参考图的话，可能就是什么不太好啊，不太合适。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啊，用这个提示词来试一下。然后把这个再重新复制一份啊，把它粘贴，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提示词拿过来。好，我们就没有把小说没有把小说单独的放到文件里面了啊，但是这样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就直接发送啊，来让它去帮我们生成这种人物的一个提示词啊。主角从欺凌的废灵人蜕变成万古唯一的什么阴阳混沌混沌体，记住对吧？然后这是它的一些人物的特征啊。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并不是说效果不好，而是说它作为我们的一个什么作为我们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形象的参考图啊，不是很好，对吧？好，我们来看这个怎么样啊？或者说大家用豆包也可以去试一下，对不对？我们点击图像生成啊。然后比例呢，选择这个9:16啊，直接点击发送就可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豆包在生成这种风格的图片和极梦有什么区别，对吧？这里这里的话很明显，这个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人物形象这肯定要去改一下，对吧？这个提示词呢，肯定是什么？它虽然说遵守了我们的一个提示词但是这个人物形象它肯定不太适合修仙的，是不是？你看这个首先眼睛是一个阴阳眼，对不对？这个跟它的一个小说内容可能有关系是不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林峰黑白两色气流，他的左眼变成纯白，右眼化为漆黑然后呢，额心浮现一枚残缺的古老印记15年。这里首先是因为它这个剧本的问题，对不对？它剧本的话，这里给了一个我们的什么觉醒之后的，是不是？它这个是生成的这个提示词是一个觉醒觉醒之后的一个。好，那其实我们这个如果说不符合我们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去修改，就是林峰觉醒前后的角色分开写觉醒前后人物提示词分开写，对吧？因为它现在写到一起了，对不对？它这个形象肯定是什么？就是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形象它就是觉醒之后的一个形象，是不是？这是他觉醒之后的形象。我们需要是什么？需要是他觉醒之前和觉醒之后的2个形象，对吧？好，这是觉醒前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就是大家要去通读咱们的一个整篇的一个小说的内容，对吧？
啊，你才能知道为什么咱们生出来这个图片，哎，好像不太符合我们的一个需求，是不是？好，那我们重新再试一下，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啊，我们来看一下豆包生成的啊，豆包生成其实这张图片效果还可以，对不对？只是它手部这些细节啊，这是它也是觉醒之后的一个，对吧？啊，那我们把它觉醒之前的那个也，这是觉醒之前的，对吧？也用豆包来生成试一下啊，图像生成比例啊，豆包生成这种写实的效果的话还是不错的。好，那这是第一种方式啊，然后我们先来讲第二种方式啊。觉醒时透露出暗金色的一个纹路，对吧？你看这个它暗金色的一个纹路的话，其实它会在这个手部啊进行一些显现，就是它这个提示词还原度会比较高一些啊。而咱们的豆包的话就更加偏写实，所以说这个人物形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什么？作为一个觉醒之后的，对吧？你看这是觉醒之前那个人物形象，对不对？是一个废灵根啊，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修仙的一个角色。而这种呢，它就看起来就比较有气势了，是不是？你看这个的话，可以作为他觉醒之后啊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突然觉醒之后的一个妆造，对不对？包括这个啊，这个也可以，是不是？他觉醒之后的话，可能就会变得什么啊？他这个身上啊，是不是？包括手啊，就我们可以用这个人物形象，然后他俩的服装造型呢也是什么？也是比较类似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把这个咱们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形象给它确定了。当然，我们也可以什么啊？我们可以完全用同一个，是不是？就是我用这个人物角色啊形象，然后当他去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那个他突然这个进阶了，是不是？那我们可以通过提示词呢来让这个人物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也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啊通过这个，对吧？因为这两个就是这个形象和这个形象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图像在生成的时候大家要考虑的一个逻辑，对不对？就是当我们的DeepSeek， 对吧？当我们 DeepSeek 给出的这个提示词它并不是效果特别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去什么？就要去更换一个模型，或者说啊，把我们的提示词呢给做一些修改，对吧？不是说我们大模型给我们的提示词，我们就原封不动的在这儿啊进行一个什么？进行一个这个使用，对吧？这个人物的提示词的话，其实我们要做一定的微调，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之前的，我再给大家讲一下。你看我们之前的生成这个人物形象啊，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之前的没有觉醒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对不对？但你看啊，我们最开始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图片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你看这里手泛白，其实它这个手泛白的话，我们在生成图片的时候，它的表现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看起来就比较奇怪。那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去掉，包括这个头发，它的头发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个古装的啊这种造型的一个头发，是不是？那我们就可以针对于它呢做一定的修改，哎，我们可以把那个什么，可以把手部的那个提示词呢给它去掉啊，就手部让它正常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发型呢，现在还是什么，还是不太符合，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发型呢给它改成这个样子，对吧？那就一句话啊，我们的头发，我们来找到头发那个提示词啊，头发黑色短发简单束发，就这么一句，对不对？那它的发型呢就是什么，就比较符合这个修仙的这种啊，你看这个。第一个的话，效果就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这种提示词应该怎么写的话，咱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啊，我们可以在这儿搜什么呢？比如说搜这个修仙修仙，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它这个对于发型的一个描述啊，你看这种发型是不是？我们看它有没有，你看黑发竖起，对不对？这个就是对于它的发型的一个描述。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就是你想去做一个类似的一个发型的话，我们要怎么去描述啊？这种，或者说我们想做一个小孩的话，你就在这儿搜这个什么啊小孩，然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个，哎，我们点击搜索啊，现在有了。你看他这个发型的话，就比较符合修仙类的，是不是？啊，我们点开看他的一个发型，他那个发型就是黑色啊，短发，简单的一个束发。是不是？当我们大模型给的一个提示词，它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集梦里面来找一些参考的啊，包括这个发型也是不错的，对不对？你看高束发簪插着木枝，那这个也很符合啊修仙的一个小孩的一个形象。好，那大家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来把我们的一个人物形象呢，给它做一些什么，做一些这个调整，那把最终的一个角色形象呢，给它确定下来啊。比如说我们用的就是这个角色形象。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图片的生成啊。当然，我们图片生成的话，也可以通过什么？通过咱们的提示词啊自己去写。
这种的话就比较考验大家了啊，不是特别建议新手来这样去做。好，台词啊，你看这块有没有什么台词啊？没有什么台词。如果说有台词的话，你直接写台词就可以了啊，直接写台词就可以了。然后呢，它是这个极梦现在的Cyberpunk 2.0，它是可以音画直出的，有声音有画面啊，直接可以出现。我们来听一下。就是这个，你看身体向啊，身体倒飞，是不是？他其实想表达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身体呢从后面往前飞，然后打到了地面上，对不对？是不是这种感觉？但是我们的提示词没有做任何修改。那 AI 在理解这个倒飞的时候，它其实没太理解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去对什么啊？对我们的分镜脚本一定要去读，读完之后你觉得它这个AI 在生成视频的时候可能理解不了，那你就要把它改掉。对不对？比如说啊，我们把它改成什么呢？改成这种向后。来这里啊，你看这里啊，就是我们身体向后飞，砸向地面，对吧？它想要的其实是这个效果，对不对？只是啊，你看，只是效果现在是有了，身体向后飞，但是这里这个手很明显有点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抽卡的原因，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啊，它有一个固定的，你看这里啊，有一个近景固定，然后趴在地上吐血。你前面是身体倒飞打向地面，它怎么趴在地面上吐血呢？是不是？那除非你描述的是一种什么形象呢？比如说，这是我们的那个观景台，然后这是它的啊，这是观景台，对吧？这是我们的人物，人物是这样向后飞的，对不对啊？人物是向后这样飞，然后呢，它才可能什么？才可能飞过来之后是这样趴在地面上的，对吧？所以说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啊提示词要去把它改一下，再去改一下，是不是？要不然它飞过来，你看，就是那个人物呢是从正面，然后向后飞，然后呢打在地面上，对不对？就是人物呢整个是这样的，这么一个状态，它是趴着的，对吧？这样飞，对不对？它一开始是这样向后飞，然后呢落到地上之后，人物这是脸啊，脸是朝这个地面的啊，跟这个人物跟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完全相反的。然后它才能衔接上后面那个画面，对，它才能衔接上后面这个画面。所以说你要把这里改掉，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通读剧本，然后看看有没有逻辑上的问题。如果说你不去读，那你在生成这个视频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去做抽卡，啊，你至少你抽卡也没有用，对不对？因为这个提示词写的不好，它生成的效果就不好，啊，所以说你在读这个分镜脚本的时候，你在你的脑海里面大概就要想一下啊，这个生成的画面大概是怎么样的，它描述出来的准不准确啊，这样才能避免多次的抽卡，是吧？但是这个就要靠大家现在的感觉，你做的那个越多呢，你的这种感觉呢就会什么啊越多。好，那你来看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啊，我们直接用这个，那第二个第一个是中景啊，然后呢跟镜兆丰。对不对？兆丰是呢，兆丰就是我们上面生成这个，选一个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啊，这个凌晨啊也是一样，就是用我们上面这个，然后试炼台，对不对？它有一个试炼台，那试炼台其实就是这个嘛，是不是？然后我们把这三个复制之后的话，你看它这里啊，它这块很明显是一个台词，对不对？啊，身体前倾3年，然后如果说它的视频里面没有说台词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在这儿直接加上一句台词。好吧，直接加上一句台词，然后3年了，啊，你看它的一个效果，3年了，先天残缺废灵根，苦修无果，次试炼垫底，你赖在青云宗3年，纯属浪费宗门资源。这凌晨就是个修仙笑话吗？你看，然后借着这个视频的话，咱们给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个这个运镜啊，你看跟镜是什么意思呢？跟镜的话就是镜头跟着这个人物，先天残缺，然后辅镜废灵根，这里苦修无果，次试炼，辅镜是什么意思？了，这里这个画面就是辅镜，就是镜头从下往上拍这个人，对不对？然后你看全景摇镜啊，纯属浪费宗门资源。你看镜头在左右摇，修仙笑话，这是全景摇啊，这就是它的一个镜头，是不是？跟它的字面意思上其实是差不多的，对吧？先天残缺废灵根，台词也能直接说出来，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的话，你看下一个分镜，下一个的这个分镜的话。凌晨幼年，那你这个时候你要 AI 再来生成一个幼年的形象，然后再来生成一个青云宗门前的这么一个图片。如果说你没有的话，那大家来看这个效果啊，而且它还有这个小师妹，对不对？那大家看这个的话又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是当前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推镜凌晨，眼神暗淡，啊，这个泪水混着血水落下，是不是？它是当前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是回忆的画面。那你这两个画面其实最好不要一起来生成，最好把它分开。比如说当前的这个画面呢3秒，然后这个画面呢3秒，啊，最后面它又回来了，对不对？又回到当前这个场景啊，固定小师妹，然后呢你再去把这个分开。如果说你一起做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画面崩了。这是特写，你看，虽然说有一个人在跪着，但是这个他回忆，对不对？这是他的回忆，回忆的话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小师妹在旁边助力，然后呢，这里，所以说这种画面的话，大家最好要把它分开生成，而不要把它一起来生成，是不是？啊，这里就是它的回忆画面，你把这个，啊，这3个其实最好都是单独去生成，然后呢，生成一个3秒，最后呢做一个拼接，因为这种你的这种闪镜回忆的画面的话，在一个视频里面去生成的话，它其实很难做。你看做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这基本上根本用不了，除了第一个这个，啊，而且第一个的话，这个画面，它的3秒钟是不是？它的3秒钟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上一个画面的这种情况下，3年了，是在这种情况下去落泪，对不对？它的人物的形象应该是躺在地上去落泪的，而不是像这种，对吧？是不是？所以说的话，你可以把最后面一帧啊，3年了，就是最后面一帧那个。天天残缺废灵根，苦修无果。然后呢，再去让他去参考这个啊，参考这个，然后去落泪，对不对？参考那个动作啊，这样的话，你的前后的衔接的话就会更好。好，那大家按照这种方式的话，然后呢再去做下一个，直到呢把它做完。你把这个完整的啊，大概1分钟的视频做完之后的话，那大家就明白了哦，我的分镜啊，我的景别是什么，对吧？近景啊、中景啊、特写分别是什么？然后我拿到这个剧本之后，我拿到分镜的这个。脚本之后的话，哎，我要去什么啊？去读一遍，然后去看看这个生成的效果怎么样，对吧？它适不适合一次性把它生成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的 AI 漫剧制作的一个完整的流程啊。然后接下来视频生成，视频生成之后的话，你接下来就去剪啊，这没什么好说的，对不对？你要去剪。剪辑的话，我们其实主要就是添加一些字幕和音效啊，然后把它这些啊，比如说到这儿其实已经用不了了啊，你就可以把这个截断就可以了，对吧？到这儿，你看，到这里面截断就可以，把这个手呢可以给它隐藏一下，因为这块崩了啊，它这个手崩了，对吧？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 AI 漫剧制作的一个流程啊。这里啊，比如说第一个分镜的话，它需不需要10秒？如果说不需要10秒的时候，我们在生成的时候，其实可以自己来选择时间，比如说5秒钟，因为啊你在生成的10秒，你的时间越长，消耗的积分就越多，对不对？你像这种镜头啊，我们需要生成10秒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秒钟那个镜头，它10秒钟全是这种，所以说我们生成个5秒钟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它的10秒钟整个全是这种镜头，对吧？全景，然后镜头缓慢往前推，你10秒钟全是这个镜头没必要，所以说我们生成一个5秒就可以了。大家去看这个啊，它不一定写出来的就是 AI 给我们的一个分镜，它的一个时间啊，它不一定就是我们最终生成视频的一个时间，大家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做调整。为什么很多人在生成视频的时候，啊，他这块写个15秒，然后呢，他最终的一个视频呢，15秒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啊，可能15秒的视频我用个7、8秒最多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I 的生成图片啊。AI 生成图片的话，刚才我们是把这个男女主角生成了，那它除了男女主角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场景的图片，对不对？那我们场景的图片的话，大家可以用自然语言去描述画面，比如说主体行为加环境。对吧？然后你再去用短句啊，比如说风格，描述这个画面的风格、色彩、光影、构图，是不是？然后这里面我也给大家写了一个，就是我们生成那个场景的一个启示词的模板，好吧？来看这里啊，我这块用的都是豆包，大家可以用 DeepSeek 啊，都可以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发给他，他接下来的话就会分析这里面的场景啊，你看末世的荒芜城市，然后末日废土风。然后第二个场景呢，就是它的一个和平时代的一个卧室的一个图片。然后第三个场景啊，市井的一个街景。那大家在生成的时候，也要把什么？也要把那个末日的啊这个场景先生成出来啊。你要先把这些都准备好，场景生成出来，然后包括它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和平时代的少年那个卧室的场景啊，也要生成出来，好吧？好，那你有了这些场景之后，我们才能真的往下去做视频的生成啊。
那视频生成平台的话，这里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有什么呢？有我们的极梦、海螺、可灵、同一万象、Runway 啊，这其实很多，对吧？但我们基本上用的主流的就是这个极梦啊。极梦这个平台现在非常的强，它台词啊，如果说你的视频里面有一些台词啊、配音啊，你可以直接写啊，基本上它是可以直出的，就是你的配音加上整个的画面是可以直出的，好吧？而海螺呢，你是用首尾针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啊，可灵呢就一个特点就是贵啊，当然它的效果呢也不错。然后还有一个叫通义万象啊，通义万象是免费的，但是呢非常慢。还有一个 Runway 啊是国外的，也挺贵的啊，所以说我们用极梦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如果说能科学上网，就是你访问国外的这个极梦的那个版本啊，它的可能积分会更多一些啊。如果说这个大家没有那个条件，咱们就在国内啊用就可以，好吧？我觉得现在极梦可以达到了一个叫什么言出法随的一个地步啊。然后我们其实只需要去描述非常少的一些啊，这个比如说动作、镜头加上一些情绪啊，它就能什么？它就能把完整的这个全都给我生成出来啊，这种视频。那你看景别、运镜、主角、动作、台词啊，这个你全部一次性的可以往里面添加，然后它能给我们生成出来，包括一些音效，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光影啊、台词，它都可以直出啊，非常的强，好吧？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有了这些之后啊，我们有了场景的图片，有了男女主的图片，然后接下来也有了分镜的脚本，那接下来其实就可以来制作视频了啊。我们来到这里，把它的这个分镜啊拿过来，第一个啊，我们现在做的第一个分镜的视频，那你把这个起始词复制过来，复制过来之后的话，大家注意看啊，我们这里啊，这个时候你要选择视频生成，然后呢，它这块有一个末日啊荒废的一个城市，是不是？